你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念头是如何悄悄地控制着你的行为和语言，并左右着你的人生轨迹。古人云：一念之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念之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起心动念即因果，起心动念即未来。一流的红尘高手都是非常善于控念和转念的人。如果你想脱胎换骨，摆脱负面习气惯性的束缚，我强烈建议你耐心看完这个视频。我会从根本上一步一步地带你认识你的念是如何升起，又该从哪个环节下手，去改变它对你的控制，从而吸引更多的善缘，让你的人生彻底告别习气的惯性，从此变得富足、圆满、幸福。在佛教中，起心动念关乎人的思维想法和情感欲望。佛教认为，每一个心念都会产生业力，无论这个念头是善是恶。当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时，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每一个想法和行为，无论大小，都会产生影响，并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果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是内在的身体，六尘生、相、味、触、法是外在的六种境界。六根与六尘的关系是相互对应的。眼见色，耳听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能触摸，意分别诸法，通过根尘相对，从而生出见闻觉知。前面的眼见色，耳听声，鼻嗅香，舌尝味属于见闻，后面的身能触摸属于教，意分别诸法属于知。眼耳鼻舌身意，受想行识，用来描述人的感知和思维过程。根据这个阐述，起心动念可以理解为以下过程：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人的六种感知器官，分别对应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意识。这些器官能够感知外部世界，并将感知到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受想行识，这是人的思维过程，包括感受、想象、行为和认知。感受是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反应，想象是对感知信息的加工和再创造，行为是对想象的执行，认知是对行为的结果进行评估和理解。起心动念是在感受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和认知对外部世界进行理解和反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产生各种念头，包括善念和恶念。另外，《金刚经》中提到的应无所住，即不执着于任何念头妄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地，即使是大乘菩萨也未必能够完全做到。然而，我们可以先从升起善念做起，努力行善而不执着行善之想。这就是说，尽管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心念，但我们可以努力引导自己的思维向着善良和积极的方向发展。两师徒过河，
见有一女子溺水，徒弟百般踌躇，不救吧，于心有愧；救吧，戒律不容许。佛门弟子不能近女色，况且男女授受不亲，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很难决断的问题。在小徒弟犯难的时候，师父想也不想，立刻跳水救人。师父把女人救起，渡水到岸，安顿好了又起身前行。小徒弟跟在后面，百思不得其解，师父怎么能这么近距离接触这个女人呢？越想越觉得与戒律清规不合，内心波澜惊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师父见了，呵呵一笑，我早已放下了，你却放不下。小徒弟一听豁然有悟，可不是吗？师父的心继续相入，可我的心却还在那个女人身上。故事虽浅显，但却非常形象地向我们演示了心无所住是一种什么状态。心念不停留在任何东西上，就像晕在青天水在瓶一样，自然无为，宛然无痕。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可以分为10个环节，它是在你脑海中火光电石的瞬间，经历了10个环节才呈现出最后在你脑海中的想法。当我把这10个环节讲细致之后，你就知道在哪里努力比较容易了。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触，6根和6尘相接触，也就是我们和外界相接触。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比如我们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听到外面嘣的一声爆炸，你的耳朵是不是听到了声音？这就是6根与外界一接触，就一定会起一个念。你不会无缘无故起一个念，哪怕突然脑子开始想东西了，一定是有一个东西触发了你起这个念。那我怎么知道外面有个声音的呢？靠的就是60。10是心理的一种活动。你以为看东西是用眼睛看见吗？如果我告诉你不是用眼睛看见的，你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比如当你闭上眼睛做梦的时候，梦里你是通过眼睛看东西吗？接着爆炸声，当你听到有个声音，心马上去向这个声音了，这个过程就叫触。所以当你听到这个爆炸声后就结束了吗？你肯定会心里琢磨着这什么声音，哪里爆炸了。其实这已经是第2个环节了，叫作意。这个作意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处在时刻等待着成熟警戒状态的种子，而只要是种子都在第8识阿赖耶识里面藏着呢。当外界一有风吹草动，这个种子直接去向这个境界。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种子，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念就突然在那个地方就断掉了，就无法升起了。也就是说，当听到爆炸声停在第2个环节，它也不作意了，不动了。虽然听到了，但是你心根本没有去想它，这叫如不动。高维玩家就在这个境界里面，就在这个地方，他就断掉不起后续的念了。可我们不行，我们非得下去看一下，看不见也得重温一下。我们这个念起了以后，接下来的事儿特别多，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在听到声音之后。第3个环节
手，外面这个声音把你的心引到那里来，当你心去接触它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能感觉这个声音刺耳还是不刺耳。当你感觉声音刺耳的时候，手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此刻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你的手已经升起，好刺耳，这就是手。第4个环节，想，这个时候你又琢磨这个是啥声音，好刺耳，好像是煤气罐爆炸的声音。当然你得有煤气罐这个印象，或者说你听过煤气罐被爆炸的声音，你才能想象它能够出现煤气罐这个影像。就是响韵，响韵就是过去你曾经历过的事物所做的标记，或者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事物，你临时给它做的标记。比如这个声音我从来没听过，你会起一个念，奇怪的声音从来没听过，然后你会对这个声音给它做一个标记，然后到外边找，找到后给它补上。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因为我们经验比较丰富，各种声音都听过，所以你心里就有了一个某东西爆炸的概念。其实一个完整的念句说有1音280万亿次生灭，我这里讲10个就算是已经很粗了，不然几辈子也讲不完。第5个就是思，思是什么呢？这个环节它驱使你开始有行动时，心开始有造作了，有点主动了，我得去看看，它就引发你开始造业了。你会说我没造业呀，我就想去看看，想去看看就是造业，只不过这个业还不分善业和恶业。思就是使心造作，开始有造作就开始有动心，动心了，动念了，就开始造作了，就开始行动了。这5个环节叫一个念头，但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念，这只是个念的头。这个念头完成之后呢，再往下这个事情就变复杂了，就是这个念头开始往外扩散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准备造业了。因为前5个环节你还没有善和恶，这个时候你得有善恶发生。我已经开了头了，那要造业怎么才能造呢？我们需要再经过5个环节，所以来看第6个环节，欲，欲望的欲。欲是什么呢？欲就是这个声音响得你心里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准备去看一下。你为什么要准备去看一下？什么升起了？是不是好奇心升起来了？你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欲，我生了一种欲望，这个欲望就是好奇，这就是对外界要进行攀援了。人一旦对外界开始攀援，要么是喜欢，要么是好奇，要么是讨厌，总之就是你已经开始更复杂的心理活动了。这是欲。第7，深解。深解是什么？深解就是对你这个欲境前面的欲，也就是我对这个好奇，对这个欲境给予肯定。当你产生好奇的时候，这是第1念，这个念随时有可能会终止。而深解就是肯定是汽油站爆炸了，一定要去看一下，给予那个想法第2次确认。这个确认就是我已经不犹豫了，我不犹豫就在这个环节没有收回这个念，而是把这个攀援往前推进了一步，就是在经过一个刹那的时候，这件事儿就确认了。
就是深解。怎么才能把这个念头彻底变回一个实在的念头，然后再也收不回来呢？你现在还能收回来，但到第8环就收不回来了。第8个环节叫念念不忘，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念接一个念，它就连续不断，它忘不了，我必须得看看，什么都拦不住我就一边走一边琢磨着什么炸了，叫念念不忘。那这个念怎么才能断呢？那就是崩，后面又炸一个，这个更响，它就转到这个念上来了，相当于上一个念断了，又重新起个念头，刚才那8步又重新完成一次，又炸一次，你可能就不敢去了。第9个环节，专注。专注就是你对这一步已经不散乱了，你铁了心的要去，就是谁叫你都没用，9头牛都拉不回来，这就是专注。第10个环节就是会就是当你观察的事物已经确定了，已经不再疑惑了，这个爆炸你找到原因了，这个念经过了若干次生灭画上句号了，好奇心得到了满足，这个地方结案了，那再起个念就是下个念，后边就是有麻烦了，这就开始真正造业了，就有方向了。比如遇到这种情况，你就会开骂了，谁搞出这么大的事儿，离我办公的地方这么近，伤到我了怎么办？还能不能好好工作？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升起烦恼了？就是前面10个它是一个念的开始，再往下引发，这个念就要变成一种性质，产生恶意或者善业。我们回顾这10个环节，在这个10个环节当中，能够断了我们念头延续的，在第2个环节，当然能够在第2个环节就断的是圣人，而我们估计能到第8个环节，就是念念不忘的时候，我不去念念不忘了。很多老师教你的课程，就是从这里着手观察自己的念，能把这个念念不忘的环节截断就很不错，很厉害了。一旦你进入第9个环节，专注，这个谁也拉不回来了。所以你能在第8个环节别让它连续起念，时刻保持警觉，观察它在这个瞬间启动如理作意。什么是如理作业？简单的说，就是令心专注，审正思维。心警觉性就是你心里想有什么好看的，还是回去看看《道德经》吧，这就是一个新的念。如理作意，截断了你之前的念，这个时候并没有出现恶业和善业，因为烦恼心所还没加入。从第1到10这个过程经历多长时间呢？很短，可能在1秒钟之内就完成了。你说1秒钟之内的事情哪能记得？那是因为我们心不够细，你只有心细了就能把念断了。所以你一定要时刻观察着自己的念，这是一个很细的功夫，需要不断的练习。可我们心太粗了，这10个环节发生完了，就是已经开始造善恶业，就有方向选择了。再往下善心所，如果你起的是善心所，你造的是善业；如果你起的是烦恼心所，就是造的恶业，性质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变了。那么如果我在第8个环节没把它念截断，结果导致这个念已经引发了烦恼心所，
比如这个时候开始骂人了，他就起烦恼了，就是这个时候你开始引发各种利益索取。比如说你老婆怀孕了，外边这么大声音，这得吓到我的宝宝怎么办？你开始起烦恼了，这个时候你起的是烦恼心所。当你烦恼心一起的时候，其实你还有一次机会转为善心所。虽然这个恶念形成，但你的善念可以将恶念断了，恶业没有持续做下去，否则你可能这个恶意持续造了1小时没有停止，比如就在骂骂咧咧，四处打电话投诉报警，这时持续了可能1小时，但是你瞬间启动如理作意，你这个恶念就造了1个或者2个、3个，可能造了2秒钟、3秒钟你截断了，后边就是转念了。转念的时候你心平复下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恶业造了几秒钟结束了，否则3小时都不一定结束得了。那在哪个环节转念，圣人第2环节就能转，因为他没有念转不转的问题，他就没起。而高水平呢，在念念不忘这个环节就能截止，就已经没有念。第1个念起了以后，后边就不起了，就回去了。我们凡夫俗子要做的就是起了烦恼立马觉知，改为善心所。那能不能一下子什么都不想了呢？这个一般人做不到，因为你得有一定禅定的功夫，念一定是会起的，念肯定是不停的。既然念老是不断的升起，正常人就控制不住，所以只能把它引导到生善念，就是当下要完成转念。你已经起念，已有了烦恼念，念已经升起了，烦恼心已经升起了，就是恶业已经形成了，把它截断转为善念，这就叫转念。转念相当于止损，所以你对心的修行就是从这里开始。如果你能在烦恼升起的1分钟内转念，那就很厉害了。那怎么样才能够去在日常生活中训练转念呢？给你举个例子，你非常讨厌你的老板，你老板也经常批评你、骂你，此时你一定会对他生气、生恨心，他对你来说就是个烦恼，你在心里也会不断地咒骂他，不断地在语言和意识中造着恶业。那如何转念呢？就是你这些烦恼升起时，你换个角度。如果你很难做到观察自己，那就先从观察别人开始。比如观察你的老板，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评委，当一个观察者。老板在骂你，你分析他讲的对不对，骂你的时候情绪到不到位，符不符合事实，哪里有病句，哪里还需要改进。这样你会发现，你作为一个观察者，你的情绪就不会被他带跑，就不会升起更多的烦恼。同时你还学会了如何观察别人。当你熟练了以后，你就可以从观察别人换成观察自己，看自己的情绪是如何升起，又如何一点点膨胀。有些人说，我就是看不惯我老板，我就是恨他，怎么办？那我告诉你，他骂你的时候，他自己当下就在烦恼中受苦，还因此造下恶业，同时还成为你修行路上的对手，帮助你修行成长，
帮助你觉悟，帮助你更好地观察自己。难道你不应该感谢他吗？有些人会说我还是做不到，那我告诉你，你这轮游戏遇到的每个人，特别是和你纠缠很深的人，在之前很多轮游戏中一定做过你的父母或孩子，你才会有今天这个缘分。如果你把他看成你的孩子，你还会那么恨他吗？就好比你把你的每一笔消费当作布施，就是你买东西的念是布施，而别人给你的东西只是布施给你的回报。你不去纠结于价钱，你无所的心去买东西，你当下就是种善因，种财富种子，那你还会有那么多烦恼吗？其实一切的发生都和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有关。心想事成不仅是我们的心愿，更是天地自然的能量规则。要想心想事成，首先要具备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相信的能力。一个人做成一个事儿，往往是从相信开始的。一个人做不到，往往是从不信开始的。相信本身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相信是一种敬畏，愿意相信是一种福报。人身难得，正法难遇，能够相信，愿意相信，是一种了不得的福报和善缘。因为相信才能生出诚心，生出毅力。一个不相信自己能变好的人，真的很难过好这一生。一念起惊动十方神煞，所以起心动念不可不谨慎。因为心想事成，成的是善果还是恶果，因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就是因果。很多人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呀，我怎么总是不顺呢？假设一个人得到了他不想要的结果，那也是心想事成的一种。因为只要心念一动，因果已然产生，谁给出谁接受，动了什么样的心念，就感召什么样的能量和结果回到自己身上。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要义，心念一动就是在行，我们的起心动念已经是在行了。当你希望别人好的时候，别人好不好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已经变得更好。但是当你希望别人不好，或者嗔恨、抱怨、愤怒的时候，别人如何不一定，但是你已经开始不好了。如果不愿意承受恶报，那就不要起恶念；愿意接受善果，那就起善心善念。所以修行就在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之处。起心动念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起字，因为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因，它必然会有果。直心正念真如法，在遇到境界、遇到事情的时候，如果能时时关照自己，觉察自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但是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内在选择相信什么，起的是善念还是恶念，外在的世界就会响应什么，吸引什么，呈现什么。环境和生活就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发念处便是行。念头开始的时候，因果已然产生了，所以我们要时时的善护念，关注每一个念头的生发，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承担每一个念头的果实，它最终都会回到我们身上。所以让我们常生欢喜心，
让所有念头的起点都是有愿力而无目的，去起正心正念，去起善心善念。正念的心念是不与自私的贪嗔痴等烦恼心相应，正念的心念是与智慧和慈悲相应，正念的心念是利他的那份愿力相应。一颗正直之心，念念都在道上，一旦无私的智慧向前，就会烦恼平息，心中清净，一切吉祥。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正心正念。愿你不被外界的负能量所影响，平安顺遂，拥有更好的人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